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 Miko， 今天来教大家织有志系列米拉羊绒套装上衣的编织方法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织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套装的上衣分为主体、袖子和领子三个部分，先编织主体，然后织袖子，织好后与主体缝合，最后挑针编织领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由于每个人手松紧不同，编织织片的大小也不同，正式编织之前可以织一个密度织片，测量一下手松紧度。密度织片的编织方法有单独的视频讲解，测量完后根据视频说明调整后再编织。主体分为下摆、身体、前后片和领肩这四个部分。先采用上下针交替起身法来回往返编织下摆，完成后继续圈织身体，接着分前后片和领肩来回往返编织。上衣有多个尺码，教程以大码为例进行演示和讲解。来看一下图解，一个格子代表一针，就是一个线圈。起针的方法和针数标注在图解下方，织片往返编织。正面图解从右往左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右侧，反面图解从左往右看，行数标注在图解左侧。用到的针法较多，图纸上都有标注，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由于图解表示的是织片正面的情况，反面需要编织图纸中相反的针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一根棉线，并且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颜色以及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先来学习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首先取出对应线材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没有特殊情况时，开始预留10厘米左右，方便后面藏线头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，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个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如果是上下针交替起针，第一针起好后，这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上针，另一种是第一针算作下针。这两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我们通常情况是将第一针算作上针，第二针起下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在左针上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第二针下针就起好了，可以看到线在下方。接着织上针的起针，将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从下往上穿过这两个线圈之间，
注意，这里是线圈之间的位置，不要穿过线圈，然后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3针，这一针作为上针，可以看到线在上方。继续织下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4针，再织一针上针的起针，右针放到线的下方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，这是第5针，继续交替起下针和上针，线在上方就起下针，线在下方就起上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另一种情况，将第1针算作下针，第2针就起上针。然后交替起下针和上针即可。这个就是上下针交替起针的方法。接着织第1行，这一行在织片正面，图纸从右往左观看，第1行都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全部织上针。可以看到下方是横杠形状的纹理，第1行就织好了。继续织第2行，这一行在织片反面，图纸从左往右看，编织图解相反的针法，将织片翻面，右手挂好线，前2针是下针符号，织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上针。第3针是挂针的符号，把右帮针上的线从右往左绕一圈，一针挂针就织完了。
接下来是一个左上2针并1针，实际织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将右棒针从下往上穿入2个线圈，绕线将线挑出，同时放开左棒针上的线圈，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遍，这一针挂针，接着这一针上针的左上2针并1针，后面就一直重复这2针。第2行就织好了，接下来织第3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全都是上针。织完第3行后，翻转织片，就可以看到第2行编织的镂空花样效果了。后面按照图解继续往下，将第5行织完。正面织和图解对应的针法，反面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即可。继续织第6行，这一行需要编织花样和平针。先织4针上针，4针上针织完后，把线绕到棒针下方，织2针下针，将这6针看作一组花样。我再演示一组花样，把线绕到棒针上方，织4针上针，后面织2针下针，把线绕到棒针下方。注意上针换下针时需要把线放下来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编织对应数量的花样和大平针区域，这里平针区域都是织上针。最后织2组花样，2上针，
第6行就完成了。下摆剩余行往后都是按照这个规律不加不减来回往返编织。反面的时候，平针区域之上针，花样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；正面的时候，平针区域之下针，花样直接对照图纸编织。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数行数的方法。这样一个辫子表示一行，最下方这个辫子是起针形成的，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加上棒针上的线圈也算一行，这里也就是织了6行。到这里，下摆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变成圈织身体，因为是绕圈编织，图解都是从右往左观看。在编织之前，拿一个记号扣放在开头处，方便标记起始位置。下面开始编织第1圈。将线头拉紧，不然成品会不太美观。第1针是一个新的针法，下针的左上2针并一针，将右棒针从左向右，同时穿过这2个线圈。这一针下针，这样下针的左上2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看一下下方纹理，左侧线圈在右侧线圈的上方。织完这一针，后面按照原来的花样继续编织。织到还剩2针的时候，这一针下针的右上2针并一针，右棒针先以下针的方式将左侧一针挑下不织，之后这一针下针，接着用左棒针挑起不织的一针，盖过左侧一针，并挑下，一针右上2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织完这一针，第1圈就完成了。往后剩余都是圈织，不加不减编织对应花样，完成后预留10厘米左右断线。到这里，身体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开始分片编织前后片。由于前后片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将前片的线圈进行修针处理，在环形针上继续编织后片。后片完成后，再用环形针编织前片。下面我来演示一下修针。取一段不用的废线，穿入缝合针，先参考图纸，将对应数量的线圈修针。
我这里用小样演示，帧数随意。由于中间部分是厚片，所以将一头穿好后，将废线的另一头穿入缝合针。将针穿入环形针另一头前片对应的剩余铅数。打一个结。这样修针就完成了。分好前后片后，这里先编织后片，同样是编织花样和大平针，不分行在第二针和倒数第二针的位置需要进行加针。这里一共出现了5个新针法，分别是下针的右加针、下针的左加针、上针的右加针和2种右加针的变化针，都是按照花样的纹理进行加针。大家先来学习一下这几个新针法，之后再参考图纸对应编织。请看演示。下针右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又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下针左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
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如果是右加针，右上方有横线，就表示加出的这一针织上针。这一针正常织下针。这里我在上针情况下再织一次，加出的这一针织上针，这一针织下针，上针的右加针，找到这个线圈下方的线圈，从后往前挑起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上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。接着将这个线圈织一个上针，上针的右加针完成。如果左上方有横线，就是加出的一针织下针。这一针织上针，再演示一次，加出的一针织下针，这一针织上针，到这里，后片就讲解完成了。接着继续编织领肩，两侧肩部需要引反编织形成斜肩，领口需要收针形成里窝。开始先编织一次左侧留针的引反，然后织一次右侧留针的引反，后面就是一直在右侧引反编织，与此同时还要进行领口的减针。最后肩部剩余线圈修针。右领肩完成后，继续进行领口收针，同时编织左侧的引反和肩部修针。往下分别讲解一下斜肩右侧和左侧的引反，以及领口减针、肩部修针的编织方法。大家先学习方法，然后对照图解编织。在左侧留针的引反，可以看到这里需要引反6行，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。第二行在反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挂针不要太松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
注意，这个挂针不算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预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织完这2行。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下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在一起织一个下针，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合并织下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有时候为了使两侧的行数相同，还要再织一行，大家具体根据图解编织即可。在右侧留针的银反可以看到，这里需要银反6行。第1行在反面编织，结尾预留5针不织，我已经织好了。第2行在正面编织，先在右针上像这样织一个挂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
完成后，继续织第3行。这一行结尾除了开始的5针，还要再预留4针不织。注意，这个挂针不含在内。完成后，继续织第4行。编织方法和第2行相同，先像这样挂一针，然后织一个滑针，接着对照图纸正常织完这一行。接下来的第5行，结尾要再留4针，同样挂针不算。第6行编织方法也和第2行相同。我继续将这2行织完。现在我这个银反的行数已经织完了，最后需要再织一行，消除行差，简称消行。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一直织完挂针的前一针。完成后，将挂针和左侧一针先交换位置，然后合在一起，织一个上针。后面每次织到挂针位置时，都要将挂针和左侧一针交换位置。再合并织上针。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
现在消行已经完成，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正面的效果，这个就是反面的效果。我们来学习一种比较常用的领口减针，也就是通过织浮针来减针，从而形成需要的弧度。假设这是一个前片领口，因此这一侧就是左肩，这一侧就是右肩。有时肩部需要引反，这里没有引反，只讲解领口减针。我们先织左肩，这个图解针数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首先织领口第一行，这里也就是先织13个下针。如果针数较多，大家可以先用记号扣将这些针数隔开再织。我已经织好了第一行，剩下的线圈暂停编织。接着织第二行，第二行在反面编织。可以发现这一行开头要连续收3针，如果连续收针数较多，我们可以先用记号扣隔开。开始收针，可以先织一个滑针，再织一个上针。接着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上针，再收一针，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反面就是边织上针边收针。记号扣右侧还剩一针，也就是第3针的线圈，我们需要将这一针收掉。因此要再织一针并收针。紧接着的这一针就是最后一个收针符号相邻的这一针，这里我们直接织上针。注意，由于不同花样的针法可能不同，这一针要对照图纸编织。织完后，将第3针收掉，这样图解上的3针就收掉了。继续对照图纸编织，注意紧接着应该从收针符号旁边第2针开始编织。编织前，这个线圈稍微拉紧，防止有明显的洞眼。这里没有特殊花样，我们全部织上针。现在第2行就讲完了，接着织第3行，对照图解，全部织下针即可。我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行。这里开头只要收2针，方法和第1行相同。先织一个滑针，
再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掉一针，线圈稍微拉紧，接着全部织上针，并将第5行也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5行，继续织第6行。这一行开头只要收1针，方法和第1行收第1针相同。完成后全部织上针，剩下的第7行和第9行都是全部织下针，第8行和第6行相同，开头收1针，第10行不需要收针，正常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这10行，最后应该是剩下6针。这里标注的是休针，也就是需要将这些线圈临时固定一下，我们可以用零线临时固定。线头如果没有特殊要求，就预留15厘米左右剪断即可。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左肩就织好了，接着织右肩。编织前，我们需要先在中间收掉9针，可以用记号扣隔开。重新取线，将线打一个活结，稍微拉小线圈。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收掉1针，再织1个下针，收掉1针。没有特殊说明时，在正面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，继续将剩下的几针收掉。同样注意，收最后一个线圈时，织的这一针就是
这个收针符号左侧第一针，要对照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我们这里继续织下针并收针。完成后，从第二针开始，将这一行织完，然后在反面将第二行全部织上针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二行，继续织第三行。开头连续收3针，可以先织一个划针和一个下针，收掉一针，继续织下针收针。现在3针就收好了，继续将第3行织完，并织完第4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4行，第5行开头要收2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开头2针相同。往后第7行和第9行开头都是收1针，收针方法和第3行收第1针相同。我继续将右肩剩下的部分织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右肩，这里也应该剩下6针，并将这6针临时固定好。这样，这种领口减针的方法就讲完了。到这里，领肩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前片，前片的加针与后片相同，只是领口收针和领肩部分对应的行数不太相同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，大家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边领肩织完后，要与后片对应的领肩进行合并收针，再织另一边领肩，然后合并收针。下面演示一下合并收针的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
两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，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到这里，前片的编织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编织袖子，采用上下针交替起针法起针，全部圈织。起好对应针数后，将线圈平均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我小样这里针数较少。注意底部不要扭起来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。结束位置的线头在右侧，起针时预留的线头在左侧。取出第4根棒针，右手挂好线，开始织第1针上针。第1针需要拉紧，往下对照图解编织。
织完一根棒针上的线圈后，用替换下来的棒针继续编织。拉紧起针位置的线头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织第二圈。第一针是下针的左上两针并针，将右棒针插入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就完成了。接着织一针挂针，将线从下往上绕一圈，一针挂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遍。下针的左上两针并一针，一针挂针，后面按照这个操作对照图解织完第2行即可。遇到线圈非常紧的时候，可以用针把线圈挑松。一个棒针上的线圈织完后，如果在下一根棒针的开始需要织一针挂针的时候，可以先在上一根棒针上先把挂针织好，然后拿起棒针，插入2个线圈，织一针下针，这样2根棒针的衔接就完成了。继续编织。
这里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况，在新的棒针的开头要织一针挂针。我再演示一遍，先在原来的棒针上织好挂针，然后拿出替换的棒针，插入2个线圈，织一下针，这样2个棒针的衔接处就完成了。后面继续编织。第2圈就完成了。剩余圈的针法在前面的视频里都有演示，大家按照图解织完对应花样和加针，最后全部扶针收针。全部完成后，采用针与行的缝合方法，缝合袖子收针处与前后片位置。在缝合之前，先找到加针位置的一边，将袖子对折平铺，将加针的一边置于腋下，然后开始缝合。下面大家来学习一下缝合的方法，请看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到这里，袖子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接下来制作领子，先沿领口在前后片分别挑相应针数，然后按照图解编织对应花样，最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往下分别讲解领口第1圈挑针和单螺纹收针的编织方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挑织第1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
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。可以发现，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，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浮针收针的针数。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。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挑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1圈挑针就讲完了。全部织完后，进行单螺纹收针。先织2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第1针下方是辫子，第2针下方是横线，因此先织一个上针，再织一个下针。
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辫子，应该织一个上针。织之前，左手捏住右针线圈底部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下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然后织上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这里是横线，应该织一个下针。织之前，将针取出，放到线的上方后，穿回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又收好了一针。每次都要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并且织之前都要通过移动右针变换线的位置。织上针时，线在上方，织下针时，线在下方。我们继续将它们收完。还剩一个线圈时，线头稍微留长一点，固定线圈。最后可以用这个线头将首尾缝一下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这样单螺纹收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上衣的编织方法就讲解完成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